清晨的阳台上总能看到这样的画面：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者慢慢弯下腰系鞋带，手指刚碰到鞋带扣，突然僵住，拇指和食指像隔着一层厚棉布，轻轻掐一下，感觉迟钝得让人心惊。他摇摇头，以为是夜里手压麻了，甩了甩手腕，继续给花盆浇水。傍晚的公园长椅上，另一位老人起身准备回家，膝盖一软，脚底像踩在棉花上，虚浮的使不上劲。他扶着椅背喘了口气，心里默念着老了就是这样，腿脚不听使唤。地铁车厢里，上班族下班后顺手揉了揉酸胀的手腕，指尖传来细细密密的蚂蚁爬行感。他叹了口气，想着不过是今天敲键盘太多，明天热敷一下就好。餐桌旁，火锅的白雾升腾，麻辣的香气勾人食欲，筷子夹起一片毛肚送入口中，舌尖突然像被静电扫过，微微发木。他放下筷子喝了口冰水，笑着说辣过头了，过会儿就行。我们太熟悉这些瞬间了，身体偶尔发出一点异样，我们习惯用一句年纪大了或坐久了来轻轻带过，仿佛麻木只是岁月路过时留下的一阵微风，吹过就算了。可当这阵风不再匆匆而过，开始在四肢末端徘徊，在夜深人静时叩门，在清晨醒来时滞留，它就不再是玩笑，而是流言。60年代的人们常说筋骨硬挺，70年代的人习惯弯腰劳作，80年代的人开始伏案谋生，而到了90年代及以后，屏幕的蓝光取代了日头，久坐的椅子替代了田埂，冰冷的空调覆盖了四季的风。我们的肢体被重新塑造，神经被反复拉伸，血管在无声中经历着微小的磨损。60大关是一道天然的门槛，代谢的齿轮转速放缓，细胞的修复周期拉长，免疫的巡逻频率下降。这时候的身体不像年轻时那样能迅速吞下不适，又吐出活力。它更像一台用了大半辈子的精密仪器，零件依然咬合，但润滑油的粘度变了，传导线的绝缘层薄了，那些曾经一闪而过的酸胀，现在可能停留成持续的木感。那些以为睡一觉就能化解的沉重，现在可能化作晨起时的僵硬。麻木正是这套系统在向你传递调频的信号，它不是惩罚，是提醒，不是衰老的注脚，是转折的序章。当你愿意停下匆忙的脚步，把目光投向那些细微的组织，你会发现身体从未背叛你，它只是在用最原始的语言请求一次温柔的校准，不必惊慌，但请倾听。人体是一座错综复杂的通讯网络，每一条神经都是一条电缆，每一根血管都是一条水管。正常状态下，大脑发出指令，电流顺着脊髓直达末梢，肌肉收缩，骨骼发力，皮肤感知冷暖。血液裹挟着氧气和养分奔流向前，带走代谢的废物，维持组织的润泽。当我们保持一个姿势太久，比如盘腿而坐，或是手臂压在枕头上，神经管道暂时受到挤压，血流通道变得狭窄，信号传输出现断续，大脑收到的信息就像老式收音机里的杂音，滋滋作响，模糊不清。于是你感到发麻发木，像无数细小的针尖轻轻触碰，又像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薄膜，只要改变体位，松开压迫，气血重新通畅，杂音自然消散，知觉恢复如初。这是生理性的自我保护机制，是身体在说请换个节奏呼吸。可如果这种按压不是来自外部的重力，而是来自内部的淤堵呢？如果水管没有打结，而是内壁生了锈，水流越来越细。如果电缆没有被压住，而是外皮磨损了，电流漏失，传导越来越慢。65岁之后，人体自带的清道夫工作速度降了下来，胶原蛋白的合成减少，软骨的缓冲变薄，椎间盘的水分流失，骨质密度悄然滑落。血糖若长期偏高，就像糖水泡着电线，绝缘层慢慢脆化。血脂若悄然攀升，就像油污附着在管壁，内壁逐渐粗糙。钙质若补充不足，就像钢筋失去水泥包裹，结构慢慢松散。这些变化不会一夜之间爆发，它们像水滴石穿，在日复一日的代谢循环中悄悄改写通道的质地。于是短暂的刺激变成了长期的滞留，麻木不再是偶尔造访的客，而是常驻屋檐下的影。生理与病理的分界线其实不在痛不痛，而在久不久，几分钟内自行消退的，
多是体位所致，超过2周反复出现的，需查内在缘由。白天活动时减轻，夜间安静时加重的，多属循环与神经调节失衡。单侧固定区域发木，另一侧完全正常的，需查脑部与血管通路，伴随肌肉萎缩，拿碗吊勺、握笔变形的，要观运动神经元状态。了解这些边界不是为了自我诊断制造恐惧，而是为了建立观察的坐标。身体不需要我们时刻警惕如临大敌，但需要我们有耐心做它的记录员。记下何时发起，何时加重，何时缓解。记下伴随什么动作，吃什么食物，受什么情绪牵动。记忆本身就是疗愈的开始。当你昂高头平时的目光打量这些细微的变化，不夸大其词，也不轻描淡写，你就已经迈出了科学养护的第一步。健康从来不是等风停，而是学会看风向。当我们将视线从暂时的压迫移向深层的隐患，会看到几条隐藏在暗处的轨道，它们不喧哗，却影响深远。第一条轨道名为颈椎与腰椎的退行性改变。现代人习惯了低头看屏、伏案办公、葛优躺沙发，颈间的肌肉常年处于紧绷状态，韧带慢慢硬化，椎间隙变窄。到了6旬之后，椎体边缘容易长出骨赘，就像老树年轮外侧多了一圈硬壳。这些小刺如果恰好朝向神经根生长的方向，就会形成轻微的卡压。症状往往不局限于脖子，而是沿着臂丛神经一路蔓延至肩膀，再往下钻到手肘，最后停在手指间。你会感到无名指和小指发麻，或者拇指、食指像隔着一层纸。转身抬头时，有时还会牵扯出隐隐的胀痛。高风险人群是长期伏案者、司机、编织工以及睡眠枕头过高过低的朋友。自查的切入点在于动作关联。慢慢转动脖颈，左右倾斜，看看麻木是否随之加重或减轻。如果答案肯定，说明神经通路正在接受物理维度的考验。这时需要的是温和的活动，而非暴力的搬拉。靠墙站立，让后脑勺、肩胛骨、臀部、脚跟贴紧，感受脊柱的自然排列。每小时起身活动3分钟，让僵硬的肌肉重新划过筋膜。选择高度适中的枕头，支撑颈椎的生理曲度。记住，骨头不会说话，但肌肉知道劳累的刻度，给他们释放的时间，通道自然会宽裕几分。颈椎的健康依赖于动态平衡，长时间静止不动会使小关节囊松弛，椎间盘压力分布不均。每日进行收下巴练习，想象头顶有一根线轻轻向上牵引，下颌微微内收，感受颈后肌群的轻微收缩。每次保持5秒，重复10次，配合肩胛骨后缩训练，双手背后交握，向后向下伸展，打开胸腔，放松胸锁乳突肌，呼吸要深长，避免憋气用力。睡眠环境同样关键，床垫不宜过软，也不能硬如石板。中等偏硬的支撑面能维持脊柱自然曲线，避免夜间肌肉代偿紧张。枕头高度应贴合颈弧，仰卧时约1拳高，侧卧时与肩宽相当。材质透气回弹好，避免塌陷变形。颈部保暖不可忽视，冷风直吹会导致局部血管收缩，乳酸堆积，疼痛加剧。夏天空调房备一条薄丝巾，冬日常温围巾覆盖后颈。运动选择游泳与太极最佳。水的浮力减轻脊柱负荷，水的阻力增强核心稳定。太极缓慢流畅，促进本体感觉重建，避免剧烈跳跃与过度扭转，给身体留出修复的窗口期，退行性改变的速度自然放缓。当手指重新获得灵敏，肩颈恢复轻盈，那是生物力学在默默回归正轨。第2条轨道指向糖代谢的隐秘防线。高血糖不是一天的事，它是长年累月的甜蜜负担。血液中过多的葡萄糖会渗入微血管内壁，造成内膜增厚，管腔变窄。同时，滋养周围神经的细小血管也会发生同样的硬化，神经细胞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，髓鞘逐渐脱失，就像电缆外面的橡胶皮老化开裂。信号在传递过程中不断衰减，于是双手双脚呈现出对称性的木感。脚趾先觉，再往上蔓延至小腿，走路像踩在棉花堆里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冬天遇冷加重，夏天稍缓，伴有口干多饮，体重不明，原因下降或视力模糊。高风险人群是有家族史，
腹部脂肪堆积，饮食偏甜偏精细，体检空腹血糖曾接近临界值的朋友。关键提醒在于，动态监测单次抽血正常不代表全天平稳，餐后2小时的数值更能反映真实负荷。饮食结构需做微调，主食增加粗杂粮比例，蔬菜提高纤维密度，优质蛋白保证合成原料。规律作息让胰岛素分泌恢复节律，适度散步让肌肉主动摄取糖分，神经修复是个慢过程，但只要阻断损伤源头，残余的传导力会慢慢回升，别怕数字，怕的是无视。把控糖当作日常功课，而不是临时任务。当脚步重新踏实，指尖恢复敏锐，那是微循环在轻声致谢。糖代谢的紊乱往往悄无声息，前期并无明显不适，仅在疲劳、视物模糊或伤口愈合迟缓时出现端倪。一旦进入慢性期，多发性神经病变便会如藤蔓般蔓延。足部感觉减退，易导致无察觉的烫伤与摩擦伤，溃疡风险随之升高。日常护理需格外细致，洗脚水温务必用手肘确认，不超过38度。指缝保持干燥，穿纯棉吸汗袜，鞋子内部柔软无凸起。修剪指甲，平直修剪，避免斜剪引发嵌甲。足底角质定期轻柔处理，不可用刀刮削。饮食调整讲究顺序与方法，先吃绿叶蔬菜垫底，再进蛋白质与豆制品，最后享用主食。这种进食序列能显著延缓葡萄糖入血速度。全谷物替代精米面并非一口吃成胖子，先从1/2的比例开始，逐步过渡。粗粮口感粗糙，可提前浸泡或采用发酵工艺改善消化。豆类制品富含抗性淀粉与大豆异黄酮，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。水果选择低升糖指数的品种，如樱桃、蓝莓、柚子，控制单次分量在1拳以内。避免果汁浓缩饮品，滤去纤维的后果等于直接饮用糖水。水分补充同样重要，充足饮水促进肾脏排泄多余糖分，稀释血液粘稠度，每日总量维持在2000毫升左右，少量多次。晚间睡前2小时减少大量饮水，避免夜尿频繁打断睡眠节律。监测血糖仪的使用需规范，采血前温水洗手擦干，第1滴血擦去换第2滴，避免组织液混入影响结果，试纸密封保存，过期失效。记录本详细标注饮食运动与数值对应关系，复诊时交由医生参考。糖的代谢是一场持久战，需要耐心与纪律。当你学会与碳水化合物和平共处，让胰岛不再疲惫奔忙，神经的绝缘层自会在时间与营养的滋养下慢慢复原。步伐稳健了，感知清晰了，那是内在平衡在无声重建。第3条轨道涉及局部神经的温柔囚笼，腕管是手腕掌侧一条狭窄的隧道，正中神经和9条肌腱在这里穿行。重复性的手腕屈伸，长时间打字、敲键、抱孩子做家务，会让隧道内的压力悄然升高。神经被紧紧挤在中间，血流受限，放电异常。典型表现是拇指、食指、中指以及半个无名指发麻发木，夜间尤其明显，常被麻醒，甩甩手又能缓解。严重时手指没力气，拿筷子掉落，扣纽扣费劲，觉得手掌像涂了胶水。高发于家务繁重者、手工劳动者、长期接触震动工具的人群，以及更年期后激素波动的女性。自测方法很简单，双手食指交叉，掌心相对，手腕用力向下弯曲60秒。如果3指出现明显的酸麻胀，提示腕管内压可能超标。应对策略重在减负与支撑，工作中断设定闹钟，活动手腕画圈，拉伸指伸肌群。夜间佩戴护腕，保持手腕中立位，避免睡眠中无意识弯曲。调整鼠标键盘高度，让前臂与桌面平行，避免一次性提拎重物。神经喜欢空间，给它舒展的余地，它会回报以流畅的指挥。别等力量彻底流失才想起保养，预防比修补更从容。腕管综合征的本质是解剖空间的妥协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关节囊轻度肥厚，滑膜分泌增多，原本宽敞的隧道逐渐变得局促。加上女性绝经后雌激素水平下降，水钠潴流倾向增强，组织水肿进一步压缩通道。夜间迷走神经兴奋性改变，静脉回流减缓，腕部肿胀加剧，麻木感便在睡梦中悄然降临，打破恶性循环需从环境与习惯入手。
工作台面前倾角不宜过大，显示器视线平齐或略低，键盘与鼠标同高。肘部悬空时配软垫支撑，避免耻骨鹰嘴长期受压，打字力度宜轻，触底即止，减少无效冲击。午休闭眼养神10分钟，远眺窗外绿植，缓解睫状肌与腕周肌群的双重疲劳。家务劳动分批进行，切菜揉面每隔20分钟停顿休息，搓洗衣物改用洗衣机辅助，减少持续腕部发力。夜间护腕选择魔术贴款式，松紧可调，入睡时佩戴，晨起解除，初期可能不适应，3-5天后神经顺应性改善，麻木频率自然下降，手部功能锻炼持之以恒。橡皮泥捏握训练增强屈指肌力，指尖对捏练习提升精细操作，毛巾拧转对抗强化前臂旋前旋后肌，动作缓慢均匀，忌暴力猛拽。温水浸泡促进局部血液循环，配合轻柔按摩大鱼际部位，疏通经络节点。腕管的解脱不靠药物速效，而赖日常呵护。当你重新自如的握杯拈花，扣合衣襟不再笨拙，那是神经通路在完成静悄悄的拓宽。第4条，轨道关乎大脑的供血网络，这条线最需谨慎对待。脑血管内的粥样斑块在高血压、高血脂、吸烟等因素作用下逐渐堆积，管腔变得崎岖不平。当某一支小分支的血流因痉挛或微栓塞突然中断，相应区域的神经功能就会短暂失调，特征是一侧肢体突然出现麻木，范围可能只限于一只手或一条腿，对侧完全正常。常伴随嘴角轻微歪斜、说话含糊、单侧嘴角流涎或突然站不稳。高风险人群是有3高基础、年龄跨度较大、情绪易激动、熬夜频繁、冬季寒冷刺激多的长者。关键提醒在于时间窗，脑部神经对缺氧极度敏感，每1分钟都关系到功能保留的程度。一旦出现单侧突发麻木合并语言或运动障碍，不要等待观察，不要自行服药拖延，立即拨打急救电话，记录发病准确时间。在专业医疗介入前，保持平静卧位，松解衣领，清理口腔分泌物，防止误吸。平时做好血压、血脂、血糖的日常管理，戒烟限酒，定期筛查颈动脉超声。脑血管的健康取决于血管壁的弹性与血流的平稳。给它稳定的环境，它就会守护你的表达与行动。别把突发的警示当作偶然，及时响应是对生命最大的负责。脑血管事件的发生往往有迹可循，前期可能仅表现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，即俗称的小中风，症状多在24小时内自行缓解，容易被轻视。实则是血管发出的最后警告。斑块表面可能出现微小破裂，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，随血流漂移至远端细支，造成局部灌注断崖式下跌，侧支循环尚未建立时，神经细胞便开始哀鸣。识别预警标志至关重要。面瘫不对称，微笑时一侧唇角下垂，臂力骤减；平举双臂时一侧缓缓下落；言语不清，理解困难或找词断裂；时间紧迫，分秒必争，呼叫救援。冬季早晨起床宜缓，体位变动过快易引发直立性低血压，脑灌注不足诱发头晕甚至晕厥。先在床边静坐3分钟，披衣保暖后再站立。清晨血液粘稠度高，皮质醇水平上升，血管张力增大，心血管事件高峰正在此时，室内通风换气，保持适宜温湿度。外出避开大风严寒时段，佩戴手套帽子保护末梢与头部，情绪管理不容忽视。愤怒焦虑导致交感神经亢奋，心率加快，血压飙升，血管内皮剪切力剧增，斑块极易脱落。浴式深呼吸、腹式呼吸激活副交感神经，促使身心平缓。家庭支持系统尤为重要。家人察觉异常不指责不拖延，第一时间协助就医。康复期的训练需循序渐进，被动关节活动防挛缩，主动助力练协调，独立负重促重塑。言语治疗师指导发音清晰度，作业治疗师设计日常生活模拟任务。脑血管的韧性建立在日复一日的平稳之上，控压稳糖，戒断烟酒，有氧抗阻交替进行，心态平和，作息规律。当沟通恢复顺畅，肢体重获听从，那是神经网络在时光打磨下重新织就的秩序。第5条轨道落在骨骼与代谢的交叉地带，岁月流逝，骨转换速率失衡，破骨细胞活跃，成骨细胞迟缓，
钙质加速流失，骨小梁变细变空，关节软骨磨损变薄。退行性改变不仅是疼痛的来源，也是麻木的推手。关节周围肿胀压迫邻近神经，炎症因子扩散刺激末梢，都会产生类似的感觉异常。同时，老年人肠道吸收能力下降，日照减少导致维生素 D 合成不足，饮食清淡可能缺乏维生素 B 族，尤其是 B12。这两种营养素直接参与神经髓鞘的修复与红细胞生成。缺乏时会出现手脚末端对称性发木、记忆力减退、面色苍白、舌面光滑发红。高风险人群是户外活动少、奶制品摄入不足、长期素食未做搭配、肠胃手术史、服用抑酸药物较久的人群。关键提醒在于协同补充，单一营养素难以孤军奋战。钙需要微滴牵引吸收，镁帮助转运沉积， K2 引导精准归位。B12 常需甲基化形式更易利用，胃酸分泌少者更适合舌下含服或注射路径。日晒选择在早晨9点前，下午4点后暴露面部手臂20分钟，饮食增加深海鱼动物肝脏发酵豆制品生绿叶菜，低强度抗阻训练刺激骨骼重建，太极瑜伽改善平衡协调。关节保暖，避免冷风直吹，热敷促进局部循环，代谢的调整像春雨润物，不求速效，但求持续。当步伐重新稳健，眼神重新清明，那是底层系统在完成悄无声息的迭代。骨骼与神经本就同源共生，骨髓腔不仅是造血工厂，也是多种生长因子的储存库。骨质疏松导致的微骨折可能隐匿在体内，压迫脊神经根，引发放射性麻木。椎间孔狭窄同样会夹持神经根，产生类似腰椎间盘突出症状，鉴别诊断需影像学佐证，干预策略多为联动。药物层面遵医嘱使用抗骨吸收剂或促骨形成制剂，不可盲目自行购药。营养层面注重配方完整，钙片分次服用优于单次大量，随餐吸收率更高。维 D3 每日800至1000国际单位，结合户外光照效果更佳。镁元素广泛存在于坚果种子里，黑芝麻、核桃、杏仁适量咀嚼，补充天然微量元素。K2 多见于发酵食品，纳豆味浓，可替换为豆腐乳或泡菜，少量佐餐即可。B12 吸收依赖胃壁细胞分泌的内因子，老年人常伴萎缩性胃炎，口服制剂需认准禽谷胺或甲谷胺形态。植物性饮食者必须额外补充。海藻类含量有限且利用率低，不可依赖海带紫菜替代。运动处方需个性化定制，负重行走刺激股骨科与胫骨平台，跳绳若膝踝无痛可酌情加入，弹力带划船强化背阔肌与菱形肌，改善圆肩驼背体态。水中运动浮力卸合，适合关节退化严重者。太极拳云手揽雀尾，连贯圆活，提升本体感觉与核心稳定，跌倒防范是老年养护的重中之重。居家环境移除地毯边缘松动地板块，卫生间加装防滑垫与扶手，照明充足，避免昏暗盲区。鞋底防滑纹路深，鞋帮包裹性好，拒绝脱鞋出门，定期检查视力听力，感官退化会显著增加空间判断误差。骨骼与神经的协同养护是一场马拉松，不急不躁，顺应节气，尊重生理极限。当骨骼坚实如初，神经传导畅达，岁月便不再是不堪重负的枷锁，而是沉淀智慧的容器。知道了隐患的轮廓，还需要掌握面对它的工具。居家自测可以成为日常的健康罗盘。第一招叫2点辨别法。闭眼放松，用2根棉签或指尖轻轻触碰左手食指尖与右手小指尖交替位置。询问你能否清晰分辨是2个点还是1个点，正常人通常能准确判断。如果距离很近的2个触点被混淆为1点，提示感觉传导通路可能存在轻度阻滞。第二招叫捏皮试验，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捏起手背皮肤，提起约1厘米，松开，观察回弹速度和感觉反馈。如果回弹缓慢，触觉迟钝，可能提示组织液代谢减慢或神经营养欠佳。第三招叫单侧对比法。安静状态下，感受左右手脚的温度差异，按压反应深浅，出汗多少。若一侧明显冰凉且不易回暖，另一侧正常，需留意局部血管或神经通路是否通畅。第四招叫动作关联法。
缓慢做屈腕抬臂、转头蹬腿等基础动作，记录麻木是否随特定角度加重或减轻。这些测试不追求精确到毫厘，只为建立个人基线，把它们融入每周一次的例行问候，像整理书架一样梳理身体状态。发现连续2周以上同类信号未消退，或出现肌力下降、抓握无力，或伴随头晕、视物重影，或影响夜间睡眠、翻身困难，请预约专科门诊。神经内科、骨科、内分泌科、风湿免疫科都可作为初筛入口。带上近期的体检报告，记录症状日记，坦诚沟通担忧与期望，医生会通过肌电图、血液生化影像学进行系统评估。切记不要自行对照网络词条贴标签，更不要盲目购买偏方草药，个体差异决定方案必须量身定做。慢性病的管理是一场马拉松，配速比冲刺重要，坚持比完美珍贵，允许自己慢慢来，允许方案有弹性。今天多做1次手腕拉伸，明天多喝1杯温牛奶，后天早起晒10分钟太阳。身体喜欢稳定的节奏，厌恶剧烈的突变，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。把专业建议拆成可执行的小步，把宏大目标化作日常习惯。健康不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，而是一段可以同行的旅程。自测的意义不在于寻找完美答案，而在于培养觉察力。每一次触摸，每一次对比，都是在与身体建立对话。数据会说话，但需要翻译。将抽象指标转化为具体感受，将医疗建议转化为生活语言，健康素养便在无形中生长。就医不是溃败的标志，而是主动出击的起点。专业团队拥有先进设备与临床经验，能精准定位病灶，排除干扰因素，制定科学干预路径。家庭支持是康复的基石。陪伴就诊，减轻心理负担，督促服药，提升依从性，鼓励运动，维持功能恢复。营养干预贯穿始终，3餐规律，食材多样，烹饪清淡，保留原味，睡眠质量决定修复效率，卧室安静黑暗凉爽，作息固定，远离电子产品。心理调试同样关键，接纳局限，不苛求全能，寻找兴趣，转移注意力，社交互动，提振精气神。养护的终极目标不是回到年轻，而是活出尊严。当双手仍能灵活操控生活琐事，当双腿依旧稳健踏遍熟悉街巷，当大脑保持清明应对日常挑战，生命的质感便未曾褪色。那些曾让你困扰的阻滞终会化为前行的助力。当科普的脉络渐渐收拢，情绪的重量慢慢落地，我们会回到那个最初的疑问：为什么60岁之后手脚会莫名发麻？答案并不藏在遥远的病历里，它就在每天的呼吸间，在每餐的咀嚼中，在每次起身的停顿里。衰老不是溃败，是重组。神经的敏感度提升，血管的顺应性改变，骨骼的密度重排，免疫的巡逻换岗。身体在用新的语言与你对话。麻木不是岁月的句号，而是提醒休整的逗号。它邀请你放慢脚步，检视起居，优化饮食，舒展筋骨。它告诉你，过去的用力方式可能需要调整，未来的养护重心应当转移。别把不适当成包袱，把它当作信使；别把年龄当成借口，把它当作契机。60岁后的生活不该是被动承受衰退，而是主动构建韧性。把餐桌换成营养工坊，把客厅变成轻运动场，把卧室打造为深度休息所，把阳台开辟为阳光采集器。少一些对数字的焦虑，多一些对感受的诚实，少一些对他人的模仿，多一些对自己的倾听。当你学会在木感升起时不急于抗拒，而是问一句身体想要什么，答案往往藏在最朴素的选项里。一杯温水，一次深呼吸，一段舒缓的步行，一场不赶时间的午睡。养护不是修补旧机器，而是升级新系统；不是对抗时间，而是与时间共舞。那些曾让你犹豫的食材，现在成了细胞重建的砖瓦；那些曾让你害怕的症状，现在成了调整节奏的指南针。肌肉会一寸寸找回力量，骨骼会一天天恢复支撑，循环会一轮轮恢复顺畅，神经会一遍遍恢复敏锐。这不是奇迹，是科学照进日常的必然。愿你在这段路程里学会与变化和解，与自身握手，不惧怕渐行渐远的轻盈，只拒绝敷衍度日的粗糙，把力气花在滋养上，而不是限制上。
当你终于明白好好觉察就是最高级的养生，你就已经跨过了那道看不见的门槛。窗外的风还在吹，桌上的热茶还冒着白气，下一次指尖传来微弱的提示，你会如何回应？答案不在别处，就在你放下手机的那一刻，在你挺直脊背的那一秒，在你愿意认真对待自己的那一声叹息里。所谓安康，不过是把每一个当下都过得踏实从容。岁月从不辜负认真生活的人，他会以最温柔的方式回馈那份不曾放弃的自律与热爱。